和领导一起出差，我换上提前准备好的黑丝小高跟，偷偷爬上领导的床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2个男人的声音，我慌张钻进床底。妈的，这个猪是真他娘的胖，累死老子了！也不知道和他一起的那个骚娘们死哪去了。说完，砰的一下把重物扔到地上。我定睛一看，领导老徐的尸体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正慢条斯理地在房间里整理着丝袜时，门外传来2个男人的声音。我有点慌张，系紧了领口的扣子。突然，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，一种不好的预感在我心头蔓延。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我，赶紧躲起来。我一哆嗦，几乎是下意识的钻到了床底，紧张的蜷缩起来。下一秒，2个壮汉喘着粗气进来了，他们似乎在拖拽着什么东西，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音。我定睛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。2个人拖拽着一具肥胖的尸体，累得满头大汗，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血迹。我用力地捂住自己的嘴，不让自己尖叫出声。2人似乎累得够呛，一边擦汗一边骂：妈的，这个猪是真他娘的胖，累死老子了！说完，砰的一下把尸体扔到地上，那具尸体正好被扔到我的面前，与我面对面。当我看清楚那张脸的时候，更是险些昏厥过去。那具尸体居然是和我一起出差的领导老徐，他被人割开了喉咙，一双眼睛大大的睁着，嘴巴微张，看起来死前受到了巨大的恐惧。巨大的血腥味扑鼻而来，本来就喝多的我差点吐了出来。这2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领导啊？我差点哭出了声，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狂跳，真倒霉！那小娘们居然没在房间，白跑一趟，可不吗？哎呀，那小黑丝、小高跟，馋死我了！要不是刚才人多，我当时就给他办了。我说大哥，这个下手记得轻点，这可是个尤物，一不小心给玩死了，可惜了。知道了，我会小心的。说完，2人一起大声淫笑。2人的话让我的一下沉到了谷底，这下坏了，这2个人是冲我来的。这时候我才想起，当时在酒店大厅的时候，就有几个壮汉色眯眯的看着我。当时我也没在意，这种目光我都已经习惯了。我这完美的身材、绝美的脸蛋，再加上这一身标准的 OL 职业装，一路上不知吸引了多少男人的目光。可我没想到他们胆子这么大，居然跟到了酒店，要对我动手。老二，你身上这伤是咋回事啊？没事大哥，前几天不小心摔的，瞧你瘦的，玩女人玩多了吧？2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聊，就好像他们刚才仅仅杀了只鸡。我眼球疯狂转动，思考着对策。那个绿衣服的老二动了。他弯下腰，开始对我的领导进行搜身，我吓得肝胆俱裂，身体又往床里面缩了缩。还好床沿很矮，男人半蹲在地上，并没有看见床底。我的白色衬衫早已被冷汗浸湿，紧紧地贴在身上，内衣若隐若现，把身材勾勒得更加完美，绝对不能被抓住。根据他们刚才的话，如果被发现的话，那下场我不敢想。嘿，这肥猪果然不怀好意，在他口袋里搜出一盒套套。呵呵呵，面对那样的美女，谁能把持得住啊？他床头还放了一杯水，里面肯定下药了。我一愣，难怪这领导晚饭时一直灌我的酒，弄了半天也对我图谋不轨。我紧紧咬着嘴唇，大哥，他这有手机，咱给那小妞电话不就得了？好主意，快打！我心神一颤，不好，手机在我的口袋里，而且还没静音，要是打电话，我马上就会暴露。我手忙脚乱地摸索手机，一不小心还撞到了床板，发出一声轻响。但好在2人的注意力都在手机上，没有注意到这个声音。我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，因为紧张，手指都在颤抖，而且满是汗液，连续好几次都是解锁失败。备注骚货，应该就是他了。这老肥猪死有余辜。男人还在调笑，手指已经按到了拨号键。坏了，我还没静音啊！我心里满是绝望，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呜咽声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通了，我瞬间僵住，2个人也不说话了。屋子里回荡着空洞的拨号声，但我的手机并没有响。几秒钟后，那边接起了电话，喂，亲爱的，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啊？那边传来一个娇叫的女声，这个声音有点耳熟，我听出来了，这个女人以前也是我们部门的人，但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离职了，弄了半天她是被领导包养了。2人明显有些诧异，其中一个男人调整了一下嗓音，你去哪了？出差谁让你乱跑的？快回房间！那边沉默了几秒，声音有些愠怒，讨厌，你个死鬼，打错电话了，早就知道你和你那个秘书有事，那贱人还不承认，你早晚死女人身上。还没等电话那头的人说完话，2人就挂断了电话。趁着打电话的间隙，我已经把手机静音了，整个人长出了一口气。大哥，不是他啊，这个好像是这小子的情妇。老二，你有没有闻到咱们房间里有什么味道？黄衣服的老大突然开口，绿衣服的男子愣了一下，微微吸了吸鼻子，没啥味啊，不对，有一股香味。黄衣服男人动了动鼻子，女人的香味，我刚刚放下一点的心，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。黄衣服男子瞬间大笑，我说大哥，想那个小妞想疯了吧？你放心，她跑不了，早晚得到咱哥俩床上。黄衣男还是摇头，在我走过的地方又闻了闻，我鼻子很灵，不会有错，绝对有人在这个屋子。老二的表情也严肃了几分，那搜搜吧。我瞬间绝望，2人行动力超强，说搜就搜，开始旮旯胡同，翻箱倒柜。或许是领导尸体的血腥味掩盖住了我身上的香水味，他们没有第一时间搜查床底，但屋子里就这么大，要不了多久就会
搜查到这，到时候没时间思考了。我赶忙拿起手机，刚准备报警，这才发现手机里收到了一条消息：你和老徐去哪了？怎么都不在了？是我的同事李丽，她也是和我们一起出差的人。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开始疯狂打字：快救我！我遇到了强奸犯，老徐被杀了，我被困在他房间里。李丽发了一个震惊的表情包：你没和我开玩笑吧？我都快急哭了。我没开玩笑，快报警救我！再晚几分钟我真要死了。你在哪个房间？你先叫警察。我在205。好，别怕，等我。李丽发了几个字：太好了，只要能拖到警察来就有救了。不过怎么说，心里还是燃起了一丝希望。我突然想起手机可以短信报警，出于慎重，我准备单独给12110发个报警短信。拿起手机，我傻了，手机提示低电量，还有20秒关机。我急得冷汗直流，开始和时间赛跑，疯狂打字。当我打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手机屏幕熄灭了。我点了发送键，但不知道有没有成功。就在这时，一双脚停在了我的面前，我几乎屏住了呼吸，心中暗自祈祷，不要发现我。黄衣服老大动了动鼻子，突然笑了，然后慢慢蹲下身，把领导的尸体向后拖了拖。完了，我闭上了眼睛，以为自己就要被发现的时候，门铃响了，我的心也跟随着门铃猛地颤动了一下。黄衣老大愣了一下，我看见他从腰间拔出一条狭长的剔骨刀，慢慢站了起来。谁？他嗡声问了一句。老大，是我。门外传来声音，我浑身一僵。他们不止2个人，屋子里的2兄弟对视一眼，一起向门口走去。他们透过猫眼看了一下，打开了门。老三回来了，哎呦，还带个小妞。我听到女人轻微的啜泣声和几个男人癫狂的笑声。大哥，这是那个小妞的同事，我已经知道那个小妞在哪了。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，不好，难道这个女人是？一个女人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，我透过缝隙看到了她的脸，心脏差点从喉咙蹦了出来。真的是李丽，她现在也被挟持了。新进来的白衣男子晃了晃手中的手机，他们2个刚刚联系过，这个小妞现在就在咱们的床下。我浑身一凉，紧张地扒着缝隙看。大哥，你们已经知道她的位置了，就放过我吧。李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。老大邪笑着掐住她的脸，用恶心的舌头舔了一下，啧，虽然比不上那个，但这个小妞模样也不错呢，一会好好伺候我们，心情好了或许能放过你。又是一阵猖狂的大笑。好了，妹子，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该结束了，出来吧。3个男人死死地盯着床下，我咽了咽口水，惊恐的瞳孔不停颤抖。哟，还不出来？是等着哥哥去抱你吗？老大舔了舔嘴唇，走到了床旁，脸上带着猖狂的笑，然后他猛地低下了头。抓到你了！突然他表情一僵。床下空无一人，老大怎么了？妈的，臭娘们敢耍我！老大气得双目猩红，猛地转过头，死死地盯着已经被吓破了胆的李丽。床底下根本没人，李丽瞬间慌了，一下跪在了地上。大哥，微信上他就是这么说的啊，不可能没有人啊！旁边的老三拽起他，狠狠地扇了一巴掌，说那个小妞到底去哪了？我真不知道啊！李丽倒在地上，一把抱住了老二的大腿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我躲在衣柜里，看着这悲惨的一幕，心中升起几分同情。还好我刚才趁他们敲门的时候提着鞋躲进了衣柜里，要不然现在遭毒手的人就是我了。虽然李丽出卖了我，但她也没有选择。我无声地叹了口气，又趴在衣柜缝前看外边的情况。外边的景象让我的瞳孔猛地放大了。只见那个老大把李丽按在床上，狠狠地掐着她的脖子。妈的，我现在火气很大啊！就让你先来给我们兄弟拜拜火吧。说罢，伴随着一阵淫笑，3个男人开始疯狂地撕李丽的衣服。很快，她的衣服就被撕得粉碎，随手丢到地上。李丽绝望地哭嚎着，拼命挣扎，但她一个女人岂是3个壮汉的对手？我看着李丽遭遇他们疯狂的凌辱虐待，一阵阵尖叫和淫笑在屋子里此起彼伏。我紧紧捂住了嘴，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。突然，李丽好像发现了我。他眼睛大大的睁着，满是绝望，看向我的方向。他嘴巴动了动，似乎是求救，也或许是告发，但他还没发出声音，很快就被一个大汉堵上了。我不敢再看，蹲下身子，掩着面无声痛哭。这群畜生简直毫无人性可言，我难以想象我被他们抓到会是什么后果。暴行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，李丽再无动静了。我强撑着自己的理智站了起来。李丽满身是血，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，脸色紫青，双眼暴突，俨然没了呼吸。这伙人的凶残程度远超我的预料。几个男人抽着烟，围坐在一起，有说有笑。我啊，就好像他们刚刚只是捏死了一只蚂蚁。老大，怎么了？事办完了还不高兴？老大用力的吸了一口烟，眼中露出癫狂的神色。不行，我想那个女人快想疯了，我今天一定要办了她，我要咬牙。这个禽兽真是丧心病狂。那老大，我们出去找找吧。好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行动。现在衣服上全是血，肯定是穿不了了。老二，你去衣柜拿几件干净衣服，咱们换上。我瞬间浑身冰冷，眼看着老二下了地，一步步的向衣柜走来。我的瞳孔疯狂颤抖，巨大的恐惧充斥我的内心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真的是无路可逃了。老二已经来到衣柜前，猛地拽开了门，我的心几乎停止跳动，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。老二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，但他却并没有说话。在我震惊的眼神中，他冷漠地拿了几件衣服，然后关上了门，就好像我全程不存在。
我惊魂未定，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。怎么回事？他明明看到了我，为什么不告发？难道他是个好人？但我很快摇了摇头，不对，如果他是好人的话，刚刚对李丽的暴行，他明明也参与了。我又不认识他，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？我的脑袋一团乱麻，劫后余生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。我想撑着身体坐起来，却发现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整个人都虚脱了。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因为我听到外边的几人已经商议着准备出门找我了。我长出了一口气，只要他们都走，我就能逃出升天了。门吱呀一下关上了，整个屋子寂静无比。我透过柜子缝隙向外看，房间空无一人，只剩下了2具尸体。看来他们真的走了。我轻轻打开柜子，解开衣领的扣子，扇了扇身上的汗，蹑手蹑脚地向门口走去。此时已经将近12点，门外安静得很，看来他们几人已经走远了。我回头瞪了2具尸体一眼，透过猫眼向外观察，没有人。我轻轻把门推开一条缝隙，确定没人，撒牙子开溜。我没敢轻易敲门，我怕敲门声会吸引他们回来。我也没敢走电梯，只好顺着步梯向下跑，想跑到1层出去报警。我赤着脚，把脚步声放到最低，跑到第3层的时候，我看到一抹亮光，我瞬间停住了脚步。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他坐在梯子上，在和什么人聊着天。有人吗？他好像听到了声音，转过身，冲着我的方向喊了一句，这个声音有点耳熟。我精神瞬间一震，轻声问道：“赵康，是你吗？”那人站了起来：“是我，你是？”赵康是李丽的男朋友，也是这家酒店的工作人员。见遇到了熟人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猛地向他扑了过去。是你？看到来人是我，他明显愣了一下，我扑到他身上就开始哭。怎么了？他身体一僵，轻轻搂住了我。快报警，楼里有强奸杀人犯。他身体猛地一震，眼中充满震惊。你说什么？消息准确吗？我已经哭得说不出话，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。说来话长，你赶快报警，要不然整栋楼的人都有危险。他犹豫了片刻，微微点了点头，拿起手机拨打了电话，另一只手则紧紧地搂住了我。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终于安全了。喂，老大，我找到他了，在步梯3楼的楼道里。我猛地一僵，一脸绝望地看着他。他低头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寒光。你们快点来，这次他跑不了了，你个畜生！我大吼一声，拼命挣扎，他的手臂却如同铁钳一般，死死地搂住了我。万万没想到，他们居然是一伙的，我彻底绝望了，忍不住大声嚎哭。赵康的手不断在我身上游走，或许是听我哭得烦了，狠狠一巴掌甩到我脸上。闭嘴，贱人！我捂着脸，眼中满是恨意。不一会门开了，3个大汉一看到我，兴奋得直流口水。哈哈哈，你这小妞，让哥哥好找啊！老大抚摸着我的头发，凑到我的脸上狠狠吸了一口，陶醉的直翻白眼。美，太美了！我绝望地挣扎着，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其中的老二。他刚才明明已经发现了我，却没有说，这说明他还是有良知存在的。老二的脸色有点难看，眼神不断闪躲。老大一把扯开我的领口，想要就地把我办了。赵康赶忙拦住了他，大哥，还是回房间吧，这里不安全。我胸口剧烈的起伏着，胸口露着白花花一片。老大宛如一只野兽，狠狠地在我的胸前掐了一把。好，小妞，你等着，一会到了房间，我一定玩死你。说完大笑着，扛着我就上了楼。我双眼空洞地望着地面，也不再挣扎。或许今天就是我的末日。回去的路上，赵康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对着身旁的老三问道：“对了，三哥，李丽人呢？我怎么联系不上她了？”老三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露出了一个怪笑：“嗨，一个女人吗？一会咱哥几个给你换一个。”赵康愣了一下，一时间没理解老三说的什么意思。三哥，你啥意思？队伍瞬间沉默，所有人都不再说话了。赵康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心里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。到了门口，老二拿出钥匙开门，我看见老大给老三使了一个眼色，老三点了点头，门开了，扑鼻的。老大脸色铁青，不耐烦地擦了擦自己的嘴角。老四，事已经办了，说什么都没用。这个妞我让你先来，够意思了吧？赵康猛地转过头，像一只发狂的公牛，我杀了你这个混蛋！说完，他站起身，猛地向老大扑去。老大的脸色极其难看，赵康刚刚扑过来，就被老三拦腰保住。老四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这事算了吧？算你妈！赵康一口口水吐到了老大脸上，老大抹了一把脸，一拳打在赵康的小腹。赵康闷哼一声，身体脸涨得通红，身体弓得像一只大虾。既然做不成兄弟，那你就去死吧！说完，他给老二使了一个眼神，老二点了点头，从腰间拔出了那把剔骨刀，慢慢向赵康走去。老大邪笑着，慢慢靠近我，妹子，咱们也该办事了。我半裸的胸部几乎让他癫狂。他一边把脸埋进我的胸口，一边撕扯着我的丝袜。我感觉他粗糙的手已经触碰到了我的皮肉，我流着泪想要挣扎，却发现已经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力气。眼看着最后一道防线即将失守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，但这声惨叫不是赵康的，而是老三的。
老大还贪婪地在我身上游走，完全没发现身后的情况，直到冰冷的钢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他健硕的身体瞬间一僵，转过头，老二的刀尖距离他的眼球只剩1步之遥，而老三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，胸口不停地喷着血，老大脸上的肌肉开始不受控制的颤动。老二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二冷笑一声，没意思，咱们是兄弟，有什么话说开就好了，干嘛动刀呢？老大满头大汗，但他还是挤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。我说你妈！老大面色瞬间一僵，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，2只眼睛逐渐充血，双目猩红的赵康夺过刀，一刀扎进了老大的肚子。老大吐出一口血，伸出手还想说什么，赵康手里的刀却开始疯狂捅刺，老大喷出一大口血，满脸不甘，瞳孔开始逐渐涣散。捅了大约100刀后，老大不动了，无力地栽倒在了地上。我一边整理着衣服，一边看着这血腥的一幕。老二点了一根烟，冲着老大的尸体啐了口唾沫。赵康则是伏在李丽的尸体上，大声痛哭：“为什么要救我？”我颤抖着问。老二吸了一口烟，吐了一个烟圈：“你长得特别像我一个朋友，我对你下不了手。”我怔怔地看着他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悲伤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笑了笑：“谢谢。”我话还没说完，笑容就僵到了脸上。六老二闷哼一声，表情变得痛苦，沾着血的刀尖从他的胸口穿透了出来。你也碰了李丽是吧？老二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，无力地倒在了地上。我震惊地捂住了嘴，没想到赵康居然这么癫狂，连救了他的老二都不放过。我颤抖着向后退，生怕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我。赵康瞥了我一眼，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，最后看了李丽一眼，将刀猛地插进自己的胸口，倒在地上，抽搐了2下，再也不动了。我呆傻地坐在一堆尸体旁，一阵恍惚，有些怀疑自己还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。然后我用赵康的手机报了警，警察很快来了，将我就走了。我坐在警局，捂着眼睛，痛哭流涕。2名审问的警察看着我，眼中流露着同情，却没看到我掩在手底下的嘴角确实带着笑。这个团伙是流窜在当地的一伙连环奸杀犯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作案近10起了。你是唯2的幸存者。我失神的点了点头，其中一名警察整理了一下手里的资料，轻声问道：“陈小姐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没有。我强忍着心中的兴奋，露出悲伤的表情。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们，老二可不是突发善心救的我。在这件事情之前，我绑架了他，把他关在地窖里折磨了2个礼拜，每天藤条鞭打，强光照射，剥夺睡眠，只给他吃能维持生命的猪饲料和水。最后他几乎是跪在地上求我要做我的内应。我也不会告诉他们，赵康根本对李丽没什么情感，他们的确是一伙的，但李丽也只是个玩物罢了。老二杀了老大和老三后，又被赵康杀了，最后所有人都死光了，只剩下赵康，是我用他的手握着刀，让他自己亲眼看着自己把自己捅死。多么完美的复仇计划，简直就是杰作。第2天，我被警察送出了警局。那天阴雨绵绵，我的心情却艳阳高照。酒店里发生的事情，实际上和我说的过程差不多，只不过全程我的心里只有兴奋，没有恐惧。一想到有那么多的恶人要被我杀，我就兴奋得不能自已，有好几次躲着都差点笑出了声。虽然我完全可以直接把他们屠杀殆尽，但那样就太无趣了，毫无艺术感。编造一起伟大的剧目，才真的能让我获得满足感。我没有打伞，在雨中翩翩起舞，仿佛能听见戏剧落幕时的片尾曲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一个疯子。细雨中，一个漂亮的女孩打着伞，面带笑意地看着翩翩起舞的我。莫姐，她轻唤了一声，我点了点头，接过她的伞。走吧。这个女孩是遭遇那群畜生毒手的第1位幸存者，她叫王安，也是我现在所在公司的人。而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李丽，虽然她在我的剧本里也是个受害者，但其实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。她也是新入职这家公司的，比我来的要早一点点。不过她来这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工作，而是挑选目标。实际上，赵康工作的那家酒店就是一个贼窝，李丽会在社会上物色猎物，然后以各种手段把女孩骗去那里，然后他们4兄弟就会行动，奸杀被骗来的可怜女孩。上次王安被骗去的理由也是出差，而且恰恰还是这位领导老徐。不过那次王安侥幸活了下来。他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，浑身上下全是伤，下体还被塞进了异物，差一点点他就死了。那4个畜生离开后，他醒了过来，爬出房间想要求救，正好撞见了在寻找他的领导老徐。老徐一脸震惊，王安无助地伸出手向他求救，但这个老畜生更是个变态，他不仅没有及时救助王安，反而又把他拉进房间进行了侵犯。事后还拍摄了照片，威胁王安做他的情妇，否则就把这些照片公布出去。王安心如死灰，他没想到老徐居然这么的无耻。他答应了以后，老徐才报了警，叫了救护车，他也因此从公司离职，从此沦为了老徐的奴隶，每日遭遇凌辱。我和他是在楼顶的天台上遇见的，当时是深夜，他站在天台边上，满脸绝望。妹子，怎么了？这么想不开？我一边喝着啤酒，一边饶有兴致地问他。他一开始并不理我，闭着眼睛就要跳下去。是我救了他，自杀除了惩罚自己，惩罚不了任何人。我认真地盯着他，我不知道你遭遇了什么，让你如此绝望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可以帮你报仇。
他绝望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亮光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。姐姐，如果你能帮我报仇的话，我的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那些畜生受到惩罚。当他讲述了他的遭遇后，我既愤怒又兴奋。愤怒的是世界上居然还存在这样的畜生，兴奋的是这样穷凶极恶的人杀了他们的话一定会非常爽。于是我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加入了他们公司，并开始调查那个团伙，逐渐摸清了他们的行动规律和人员构成。在公司里，我则是把目光放在了李丽身上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那个团伙的人，我也是通过各种手段摸查到的。我故意和他搞好关系，我们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。了解情报后，我开始设计这场大戏。在上次老徐吃到甜头后，就一发不可收拾。自从我来到这个公司开始，他就对我垂涎三尺。一听我主动要和他出差，更是兴奋得不得了。他决定故技重施，再赌一把，想把我也变成他的情妇。但没成想他玩砸了，我故意把那兄弟几人引诱到他的房间，然后离开。没找到我的几人，一怒之下直接把这个老畜生杀了。然后我故意躲进他们的房间，又故意告诉李丽错误的位置。说句实话，我没想到这样就能害死他，我只是想玩玩，没成想这伙人连自己人也下手，直接把他奸杀了。这下可看得我爽坏了，然后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，让他们互相残杀，直至死光。而我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受害者。完美，本来这个案件公安是严格保密的，但我故意把公安运送骨灰的消息散播出去，无数受害者的家属走上街头，从警察手里抢过几人的骨灰盒，倒进下水道，挫骨扬灰。我和王安坐在那天他自杀的天台上，晃悠着双腿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下边的闹剧，这样才公平嘛。我抿了抿嘴，和王安相视一笑。